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拜登今天在白宫的玫瑰花园举行了一个记者会，他把各个工会的代表请到白宫来。他针对什么？针对了钢铁、汽车、金属板材、机械这些进行对中国科一个高关税，而且之前传出说他要针对电动车，他真的科了，从25%科到100%。针对电池，从7.5%一直到了25%。我们从太阳能的电池，之前刚刚讲的关税从25%增加到50%。以前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这种经济的打压，如果进行这种关税的政策，台商会一片的哀嚎，台商会一片的惨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中国勾连非常的深，我们很多的生产基地就在中国。如果你打压中国，台湾也会受害。就像什么？就像2020年4月1号也是祭出了关税，可是没有想到，当时台湾股市跟着大跌哦。这一次台湾反其道而行，你对中国施起这么大力度的打压，你施起这么多的严的惩罚，台湾不跌反涨。涨到什么？涨到了21147点，来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大家讲为什么？因为过去8年我们常讲，整个台湾因为离中国越来越远，台湾这8年已经腾笼换鸟，台湾这8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个特别的股叫做世芯 KY， 过去是被美国点名的，他认为它是一个中概股，认为它跟中国的关系太密切了，就没有想到这几年来，它居然完全的转型，完全的脱胎换骨，它现在已经完全跟美国绑在一起了。现在连 Amazon 都要去投资它，所以就看到台湾的产业结构原来在这过去这几年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原来中美的大对抗，真的把我们过去台湾流到中国的资金、人才、材料，所有东西全部回到台湾。台湾现在的股市不断的上新高，而且我们台湾的 GDP 这一季到了6%以上，也是历史新高。我们现在赢了很多很多的国家，也难怪中国现在非常紧张。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变成它最大的痛脚。现在谁敢唱衰中国的经济，谁敢觉得中国的经济不好，谁就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就变成了中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好，这一段里面，财经专家吕国珍也加入我们的讨论。国珍你好。大家好。好，刚刚讲是今天拜登在玫瑰花园有一个记者会，把钢铁、汽车、金属板材、机械这些工会代表请来了以后，对中国进行一个非常强烈的制裁。果然，电动车科100%的关税。本来这种状况，台湾的股市会大跌，对，就没有想到你说，现在美国对中国越打压，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关税记得越高，对，台湾的订单越多，对，因为台湾已经免疫了。宝杰在2018、19年之前呢，台湾其实跟中国大陆连接非常深，所以过去呢，只要川普一挥大刀，一制裁中国之后，台湾股市绝对是跌，就倒了。可是今天呢，这个拜登呢是祭出他上任以来最大规模的这个制裁。你看他请了那么多，当然某些也为了选举。哇，这次涵盖范围非常多，从这个电动车啦，然后在电池啦，然后在这个锂电池的部分啦，然后钢铁啦，然后金属板材啦、机械等等领域是非常广哦。他就说中国在贸易上面是作弊，是不公平的竞争，我们要对抗这些措施，这样的做。所以事实上它是很大的这个会向了中国所有的这个关税。就没想到今天的台北股市不为所动。我们盘中还创下了这个历史新高，也就告诉你，台湾现在已经跟中国慢慢的脱离之后呢，我们是跟美国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且你讲说拜登这一次针对中国的汽车、晶片、医疗器材，他是玩真的，他所有东西。有的想说增加1倍就不得了，没错，他有的根本就增加4倍。对，好，我们现在回归历史，在2019年开始的这个川普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战的时候，你看最有意思的是在2020年这一次4月1号，你可以讲宣布这个关税贸易大战，你看台股是往下坠的，就你看现在宣布贸易大战的时候，其实台股是往上升，完全出现一个不一样的局面。而且我们就讲这一次的拜登，他是玩真哦，他制裁非常多，你看。电动车，它从25%到100%，然后电池还有关键的这个矿物，太阳能电池、半导体，然后医疗设备，然后起重机，还有钢铁和铝，哇，洋洒全部都涵盖在这里面啊！它都是从25%到50%呀。对，没错，它的幅度都非常高。你看太阳能电池25到25到50%，你看半导体也是25到50%，大部分都是这样。所以呢，它其实是
砍到中国的痛处。那砍到中国痛处的时候，谁会受惠呢？不好意思，因为这里面很多台湾都可以受惠，譬如说太阳能电池啊，我们的这个电动车的部分的这个零组件啊，甚至我们的半导体，其实都可以受惠。那也因为这样，台湾在这一次的贸易战中呢，反而受到了影响，没有很大。所以现在中国跟台湾在产业结构上真的已经慢慢脱钩了。现在如果你要对中国打压，这个单子一定会往外移，结果很多单子只有台商能够接。对，没错，而且台商已经都把供应链移到中国以外的嘛，所以你打压中国的时候，当然就往中国以外的供应链，那就是台湾接到。好，那我们讲这几年的一个很明显的转变，我们从一家公司说起，那叫做世芯 KY。世芯 KY 为什么它是做这个 IP 设计？什么叫 IP 设计呢？事实上，它的这个它最厉害是做那种高速运算，也就是说像 AI 啦，或者 CPU 啦等等之类的。宝杰那它的这个，譬如说贝佐斯，或者说很多 AI 的晶片，它不会设计晶片，那怎么办呢？我需要你的给我一些相关我做晶片的一些 know how 之后，然后你帮我投单到台积电去。投单？对，因为我没有跟台积电往来过，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下单。你不要以为说，我要下单台积电，你怎么下你都不会下，你就连门路都没有，连门路没有。好，我透过他的方式这样下单。所以呢，昨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宝杰一开始的时候，他世芯 KY 发一个重讯，他说呢，这个他有一个股东就是Bezos。他想说贝佐斯，他一开始还说贝佐斯真的是那个贝佐斯吗？亚马逊的贝佐斯吗？真的是吗？就没想说真的就是贝佐斯。他说就是贝佐斯，然后就说那是真的那个贝佐斯，他砸了5.3亿台币买进世芯 KY 的股票，所以呢，大家觉得很莫名其妙。可是我不懂，是我们讲的，我是外行人了。过去有个 KY， 那不是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吗？有个 KY 不就中概股吗？对。那现在不是要跟中国脱钩吗？对。那你弄了一个世芯 KY， 对。那你跟中国概念股，你不就陷到中国里面吗？没有错，宝姐，他过去一段时间跟中国真的关系非常往来密切，但他现在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跟谁非常密切？跟贝佐斯非常密切，跟亚马逊非常密切，跟微软非常密切，跟 Google 非常密切，因为他现在客户都变成是他们了。为什么变成是他们呢？因为现在他们都需要 AI 的订单，他们需要 IP 服务，还有包括说我要 CoWoS 晶片的这个所谓封装，这些世芯都有。那他跟台积电合作，所以我要下单到世芯。所以为什么他要直接入股世芯？我要确保未来有这个资源啊，没有这个资源的话，我可能拿不到未来的晶片的这个产能啊。所以说，我现在跟你已经不能只是客户的关系。如果我跟你只是客户的关系，你随时会把我给弃单。是。可是如果我是你的股东，对，我就可以控制你了。对，好，那你讲，事实上现在美国公司都来，那你觉得他对中国的态度会怎么样？当然是不一样嘛。好，那为什么我们讲这家公司，宝杰，如果你记得非常清楚，这家公司我们节目上第一次讲，是因为2021年的时候，他被美国直接点名，美国点名说，你台湾有一家公司叫世芯 KY， 你帮中国设计什么？东风17的飞弹的这个设计，甚至帮他们设计所谓中国当时的这个 CPU， 他这样点名之后，宝杰他当时连续跌了5根跌停板，所以他当时他跟中国的确是挂钩在一起，当时他的产能很大部分都是跟中国在一起的哦。那你看他以前的时候，你看2015年马习会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还是在合肥成立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那边要投资这个子公司，因为我们要抢攻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所以他当时都是这个样子哦。但是因为后来被制裁之后呢，他怕到了，因为美国制裁不是假的，他是真的会制裁你，真的制裁你之后你是拿不到台积电的产能，所以他现在他之后怎么办呢？因为他主要做的都是7奈米、5奈米先进制程，一定要台积电的产能啊！没有台积电的产能，他就完蛋。那你被制裁怎么活过来的？对，所以他就开始转了，他就开始把这个中国的客户在慢慢的移除。好，我绝对遵守中国的这个法规啊，遵守美国的法规，把这些客户完全都移走。所以他现在他已经说，我已经没有任何的中国的客户，尤其是那些什么 CPU 啦。或是东风系列的导弹，我都已经没有跟他往来。我现在客户大部分都是以美国为主的这个状况。以前刚才讲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必任科技，对，以前有一个飞腾科技都是他主要的客户，现在全部离开了。对，就是已经都不行了。而且他现在做了更加夸张，宝杰知道怎么做吗？他现在也准备到日本去投资。他现在就说，我们现在准备要到日本。看，这是日本他们网站上面日本的这个真人的这个情报。因为什么？因为日本现在呢，他们也需要非常多的这个所谓 AI 的这个高速人才。而且我们就讲，他转了之后，到底转的对不对？宝杰知道他去年赚多少？他去年赚了4个股本 ，EPS 是45块。你看开始从中国转往美国之后，你看从23块、25块，去年跳到45块。因为什么？因为 AI 大爆发，它完全抓到了 AI 的这个概念之后，股价完全狂涨狂飙的一个局面。他所以讲说，在2022年的时候，世芯大部分的研发工程师都在中国，是，但现在
这些人都已经他现在已经都移到海外去了。对，没错。为什么？因为它现在产能几乎都已经没有在中国这个部分，所以它就往外移了。那包括台湾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力旺，力旺也是做 IP 的，它现在也都是中国都撤开，那我可能我也要到日本去，甚至怎样？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前一阵子的日本的这个熊本县的这个知事刚改选完之后呢，这个木村静是新任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熊本知事，他说什么？他说要争取3场来这个熊本设厂。所以呢，事实上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全力的争取台湾啊，所以我才说嘛，现在为什么台湾的现在的价值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世新的官网是有日文的征文，对，他征日本人，对日本的这个征人的这个广告，所以呢，事实上现在他们也是往日本完全去发展。好，那我们就讲。除了这个，目前为止来说，在这个日本，在这个美国的投资在台积电在德国的工厂，我们前一阵子讲到嘛，德国工厂准备在第四季要开幕，第4季要开幕的时候，所以现在呢，我们很多公司会到捷克去投资，到波兰去投资这样一个状况，那事实上就会变成什么呢？未来台湾的这个我们就变成什么日不落的这个状况，大航海时代还有日不落时代，就是在哪里都有台湾的产能，在日本有台湾的产能，在美国有台湾的产能，在这个东南亚有台湾的产能，在欧洲有台湾的产能，不管太阳在哪里，对，都有台湾的工厂，一定是这样。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变成这样？因为美国他知道他要做制造，美国人没办法，他要怎么办？跟台湾绑在一起。所以现在你看，从贝佐斯入股台湾的股票，我跟大家讲，这我可以跟大家预告。未来我们看到什么呢？会看到这个美国的 NVIDIA 入股台湾的一个所谓的光通讯的公司，我们还看到呢一个美国这个美超微，它会入股我们台湾的一家所谓的做这个所谓电钢铁的公司，你都会看到美国的大富豪开始投资台湾的，他是直接投资台湾的公司，难怪。中国要点名你说你不要唱衰中国经济，伤害2万人民感情。而且我们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因为钱绝对是最重要的，钱绝对不会骗你。你说的任何话或许会骗你，但是钱离开或是钱来到这个地方，那都是扎扎实实的来到这个地方。好，国珍刚刚讲的是，今天美国对中国来讲施以，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关税制裁。电动车一下加到100%，那我们看到了现在的半导体加到50%，你现在的太阳能也加到了50%。这么高的关税，以前就跟你拼命的关税，以前碰到这种事情，台湾的股市一定会下跌，因为我们跟中国的经济绑得太紧了。我们有的很多的工厂就在中国，如果你制裁中国，就等于制裁台商。你制裁中国，台商在那边生产东西出去也要科高关税。这8年真的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而这个非常大的转变的关键就是中美脱钩。台湾随着美国离中国越来越远吗？对，而且现在是美国越焦虑，中国越惨，台湾越来越好。因为美国得了什么病？美国得了中国焦虑病，连《纽约时报》都说，美国的现在的大脑里面的杏仁核，只要听到中国2个字，它整个国家机构都会焦虑，觉得大蒜因为是用大便浇的，大便的肥。美国参议员就说这个有毒，会影响美国的食安。你说连大蒜都不能进口？对，连大蒜都要写信给雷蒙多说，中国的大蒜是在用大便浇肥料嘛，所以这个会影响到食品安全，甚至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的繁荣。看到美国的家教公司 Tutor.com 被香港公司收购了，他也说这件事情要小心，因为他可能会跟国防部有关的订单会收取美国国防部人员。他现在整个杏仁核只要听到中国2个字，他就焦虑。而且现在这个关键就是中美对抗，台湾随着美国来讲离中国越来越远。刚刚世芯 KY， 我觉得非常惊讶，是因为我是外行人，我看到 KY 2个字就觉得你有很多的中国成分，今天Amazon，今天贝佐斯怎么可能投资你？好，那结果刚刚世聪我才讲到，原来他已经完全脱胎换骨，完全的腾笼换鸟，已经完全从中国队站队到了美国队，现在还要跑去站日本队。你说不只有世芯 KY， 今天台湾很多股市大涨，都是因为过去他们真的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可是他们现在都已经慢慢的离开了，因为慢慢离开变成了一个纯种的美国基因之后，真的脱胎换骨了。对，你看3天2头，黄仁勋就来台湾 ，AMD 苏志峰就来台湾，还有高通也来台湾，英特尔也来台湾。他们以为台湾来夜市买东西吗？不是，他们都在找合作对象，而且跟台湾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公司本来都做中国的生意，现在都在高科技领域跟美国结在一起。所以为什么转弯了？为什么会涨这么凶？是很多未来高精密的科技
都在跟台湾合作，这才是股市涨的重点。很多敏感科技其实都落地在台湾，这也就是说黄仁勋这些人怎么3天2头就跑到夜市，他不是来买东西的，谈的都是关于未来的新科技。最知名的公司，我在举，除了 KY 之外，还有这家裕隆集团的华金科数位相机，现在还在谁在讲这个东西？所以他最落衰的时候，跑去替小米做这些家具、家里的监控机器人啊。他本来是做这种相机镜头，现在哪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嘛，所以最落衰的时候就掉到20几块啊。你看谷底在2015年那时候，两岸关系还很好，他就做小米的运动机器啦、安控的摄影机啦、华金科全包，但是股价还是很惨。现在他做什么？NVIDIA 的开发商大会，3月的开发商大会，机器人谁做的？华金科跟所罗门科技。感测器就是华金科做的，拿起鸡蛋要有眼睛，就是这些高科技的上了 AI 列车了。对，上了 AI 列车，未来的机器人，其实台湾都加入了美国队，所以这条线是越来越好，而且大家都看好，所以股市才会大涨。而且刚才讲的，你如果去打压中国，台湾一定会跟着惨。现在打压中国，台湾股市反而上涨，为什么？因为你打压中国，单子会出来，单子会出来以后，我就进到了台湾，而且台湾的厂商居然。我们现在跟中国是处于一个完全竞争的态势，也就是你会做什么，台湾都有。对，所以今天有一个消息就出来了，他制裁美国美国制裁中国太阳能，结果台湾出货开始在大量增加，太阳能就最明显了，它曾经也是个产业，很惨的产。结果你看出货量不断增加，1月、2月份开始出货给日系的客户，而且接到美国客户的大订单。现在他们都讲什么？美国出手要狠一点，要硬起来，要更有力，我们台湾会越好。所以今天本来股市应该大跌了，结果他们全部都在涨1.6%，涨3%。赖清德去剪彩的时候，其实是他们最惨的时候。现在单子都来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低价厂是现在被美国打下去了，所以他们现在都美国用力一点，越轮越强硬，对台湾越好。所以说他们现在的出口增加30%，有这么多？对啊，所以股价就涨上来了。所以台股是会走创新高，而且这次美国真的狠到底，它是真的是宁可错杀100，也不愿放过一个。所以这次还什么微尔半导体、兆易创新，全部都被它打在里面。这些你说做很高科技吗？其实没有，有些做冰箱、白色家电、做 AI 伺服器当然有，但是笔电、PC 这个都是低阶产品，一样被禁。所以台湾很多连力积电这些公司都说，我们这下赚翻了，因为很多被限制的公司其实是世界10大半导体公司，微尔半导体也都在禁止名单。台积电以前的10大客户之一，现在美国是一砍下来，美国焦虑症是大算都是有问题的，更何况在冰箱里面的晶片也有问题。好，所以。包括像中国的威尔半导体啦、卓胜威的这个所谓的大陆晶片厂，现在全部崩跌，这些东西只能来到台湾来了。对，这些都是成熟的晶片，跟大蒜一样，说真的影响不大。而且台湾其实是因为这次会大好，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大趋势是什么？很多企业其实在几年前就看到，我们要分散地缘风险，跑到美国制造，跟上美国，紧紧拥抱美国。所以现在连车灯都在大涨，因为他们知道美国要制裁中国汽车产业，所以早就跑去美国设厂了。所以大家都在发威，所以股市创历史新高，是因为美国越狠，中国越惨，台湾越好。或者刚才讲的，中国现在最不能说的，居然已经不是台独了。是你不能说我的经济不好，是，所以现在中国有一个悲惨世界的排行榜啊。对于我们台湾来讲，如果一个人他又失业，其实感觉已经很惨。没有，失业是他们所有里面最简单的。为什么简单？你刚刚看里面一个曲线图，失业是年轻人大概20%，那是数据统计出来20%，没有统计出来，有人说搞不好3个就一个失业。刚才讲。他现在失业率最新的数字是21.3%，但是到21.3%之后，他就干嘛？他就盖牌了。是，而且他是屡创新高，从2018年的时候，这个指数不断的往上飙啊，之后就开始盖牌，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中国所公布最新的一个悲惨世界的一个排行榜里面，你看到第9集，失业、没存款、房屋贷款、养孩子、欠债、催债款，这个生病，父母生病。房子都已经没有办法再赎回，所以你看完之后，这等等几项，你认为这个世界，你认为你这个人生还有希望吗？当然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钱没钱，经济这件问题是不可以说的秘密。你知道他们现在多惨？中国失业率，年轻失业率这么高，
导致年轻人要工作，竟然还要倒贴打工。什么叫倒贴打工？你这家公司你开始开征出来，你要找一个新人，那不好意思，你要来上班是吧？你要给我交起码半年的薪资当成保证金，我1个月才赚你3000块，我还要先找你18000，证明我这半年来都会来上班，我才能来上班。就来上班之后，搞不好半年之后你就说你不符合用，然后就把我剔除掉。所以他们就说，现在整个中国的情况是已经荒谬到，你不仅要倒贴打工、倒贴上班，甚至有这所谓的人力资源共享。我一个姚慧珍，我一个人要做8份工作，因为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指使我，因为公司开始裁员，开始在就是要把整个你的薪资要找8家公司共同分担，所以你一个人要做8家公司的事情，是你就会觉得，然后就后来有人上班2天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实在太夸张了，我从早上几点去到现在，我都已经太累，我不想上，你不想上嘛？不好意思，你那个保证金没收，竟然还有这样的状况，所以他们就认为中国现在因为贫穷的问题导致悲剧频传。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些单机故事，觉得很不忍，怎么可能这种事情发生？很多人讲嘛，你现在在中国找不到工作，在中国失业率很高，我就移出去。当时中国也鼓励说，你就要把上山下海，你干嘛去非洲？结果这个小女孩到哪里？这个小女孩在非洲，对，结果客死异乡。这个小女生她叫做周燕玲哦，她其实是广西女孩，她所出生的家庭，她跟妹妹还有个弟弟，但是他们家非常的重男轻女，所以呢，从她在大学开始，她妈妈就不给她钱，她这个人省钱省到什么地步？她说她几乎不太吃饭的，她呢为了要有饭吃，她都在大学里面的这个食堂里面打工，就是只希望这个图个饱。然后她男朋友跟她说，我跟她认识当男女朋友已经3年，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回家。然后她的妈妈呢打电话给她，她上面就这个标注是些讨钱，所以妈妈的代称叫做讨钱啊。妈妈开口打电话找她，就是为了跟她要钱。所以她后来她整个人生，你知道我们一天在讲北漂是不是？你知道她漂去哪里？漂去非洲。她为什么漂去非洲？因为她是那个学那种法语的。她说我希望我在非洲熬个3年，熬个5年，我可以存到第一桶金。存到第一桶金之后，我就可以去法国。去法国之后，我的人生就有可以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他种种的一个飞漂的目的，他这个在那个非洲3年，他说他光得那个相关的疾病啊，什么疟疾啊那一些的，他已经得了2、3次，每一次的生病之后，他都不敢看医生。疟疾是打摆子，他打摆子打这么多次，是，然后他都不想看医生，我都不舍得用药，因为他觉得我的存的那个钱很辛苦。结果到后来在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就跟她男朋友就是用通讯的，他说我觉得这一次不一样。然后再隔几天之后，他说我的膀子都已经肿起来，到最后他说我觉得我这一次可能过不了这个关。她的那个闺蜜跟她男朋友不断的鼓励她，结果没有想到后来接到公司的电话，公司什么电话跟她说，这个人已经过世了，你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的家长？因为这个女孩子她的紧急联络人留的竟然是她的闺蜜跟她男朋友，她完全没有留下父母。为什么？因为对她来讲，父母只是想要钱。结果后来他们好不容易公司辗转通知到父母，他们跟她说，因为这个人因公殉职，然后所以他有一点赔偿金。就她妈妈竟然说，我们不参加告别式了，我们不要，你就把它烧一烧，就把那个尸骨，就是看你要是骨灰撒在那里没关系，钱啊，他的钱啊，他的值钱的东西啊，记得给我寄回来。要钱不要人。是，所以后来这整件事情出来之后，他们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这个女儿对你来讲，人都已经过往了，就你竟然只要她的值钱的东西，连她的骨灰都不要，让她客死异乡。好，吴总，在中美大对抗的时候，你就特别强调说，这是一个供应链的分隔。供应链的分隔很重要的是你要站在哪一边。现在这过去8年，台湾真的腾笼换鸟。刚刚讲到，美国白宫对中国施予这么大的一个关税制裁，这个制裁刚刚讲的，我的电动车一下到了100%，我的半导体、我的太阳能都到了50%，从未有的高关税，结果台湾不跌反涨，真的台湾已经完全改变了吗？你更要早来看的话，当年郭台铭他们到西进的时候，怎么会那么多的亿万富翁跑出来？所以关键的是所在，就是我们台湾在40年前就是一个所谓的加工产业的一个小国。那所以加工产业小国怎么办呢？就跟着大国走，跟着订单走。所以台商大量到中国大陆去投资，是因为美商叫我们去的。那2017年开始，川普开始大量制裁，对，大量制裁，大量的 tariff 关税制裁之后，那这些台商去哪里了？
包括成功的大陆的商人，全部开始转向东南亚，所以船产没有回到台湾来，跑了，通通跑掉，所以大量的传统产业。这个外移到了东南亚的国家，到东南亚国家越南就得到非常大的人工红利，这是在中国大陆就变成什么？中国大陆出现大量的产业过剩，是真正的故事是这样发生，从大结构看就这样发生。那台湾当时做什么事呢？台湾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大型的、非常全面性的产业转移的工作，就是我们现在以台积电、以半导体、以高端电子产业为主的，那完全跟这个概念无关。对，就因为就变成一个东方产业跟西方产业的斗争的开始。对，我们选择了台湾本身的产业，选择了跟美国走。对，那我们的这个在东南亚的产业也跟着美国走。那所以中国大陆其实它的产业过剩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出走，还有第二个，它本身的内需市场没有创造出来，所以才变成今天它的窘境。对，那产业过剩变成中国大陆的现况嘛？那台湾的产业成功转型变成台湾的现况嘛？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大概我这边台湾万谈了嘛，现况就是如此，而且未来会越趋越的距离会越来越的拉得越大嘛。那中国产业怎么脱困？现在目前是全世界关心的问题，所以你看到拜登一招下去了嘛？拜登这个下去的结果，是不是造成了为数不多的在中国仍然投资的一些的外资，会让大量还是继续移转？因为这个还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你无利可对，电动车磕到100%了。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的新兴产业封杀掉嘛，因为新兴产业是拜登的经济政策的主轴。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半导体、新能源，包括这个电池等等这些医疗产业这些，所以汽车产业是他拜登的下一代的产业的主要要投资项目。但是在这个项目来讲的话，刚刚好是中国的产业过剩，而且具有全世界优势的产品，比如说电池来讲的话，所以它主要刚刚讲电动车从25%加到100%。电池相关的是从7.5%增加到25%，太阳能电池从25%加到50%，半导体从25%加到50%，医疗设备刚刚讲从7.5%一下增加到25%，超不刚讲起重机哦，起重机本来比较低的哦，从0现在居然增加到25%，这些都是中国产能过剩要往外面移的哦。现在拜登全部用高关税要把你挡下来，但真正的关键东西就是电动车、跟电池、跟太阳能这三项来看的话，太阳能部分呢，光伏产品，中国大陆已经占有全世界的市场占有率，大概已经近90%的左右，所以你挡不住它了。全世界最便宜的，它是你1/10的价格，不管怎么讲，这个你放弃就是中国大陆市场。第二个电池。它现在电池方面，它占有全世界的70%的电池，占有70%的市场。这70%的市场，它现在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它在做什么工作？它制定新的高质量的电池的规格。所以它在国内，它的自己的电池工厂做一个汰换的一个品质提升的工作。这时候，它的电池会在世界第1名。好，那现在中国大陆现在知道已经被美国封杀，那怎么办呢？他怎么办？他到了匈牙利去的，他到了墨西哥去的，他到了泰国去的。那我请问你很简单一个问题：美国能不能够持续封锁这些所谓的欧盟的国家？不能吗？还有他自己的关税保护、零关税的这种墨西哥墨西哥这种国家，它不可能啊。所以会有新的挑战开始，因为全球一体化的形势已经开始了。中国有它很多的优势，但中国优势是不是能够长期保存？那半导体是不是长期能够落后？这些都是我们在考量的未定之天呐。台湾管不到那么多的事情，可是台湾的半导体可以影响全世界，最少还有5-7年的时间。我们的优势还继续，92%的先进半导体全部在台湾生产。对，这个台湾的优势嘛。所以你今天中国大陆除了要统一台湾，除了军事占领以外，你别的没有办法拿到这个半导体啊。所以，因此，中国大陆唯一的选项，讲不客气一点，你只有对台湾稍微礼遇一点，大家客客气气，少吵架，多做一些好事情，少闹事，这个少飞机，少飞来飞去，少去骂刘宝杰这种人，对不对？这种东西大家和和气气，还有对中国大陆有一点利益。
你每天跟我们台湾人吵架，结果是倒霉是谁呢？倒霉是你中国要拿到的半导体永远拿不到。好，宇轩，另外就是除了刚刚讲在财经上面，台湾跟美国的军事合作里面，我们居然我们的船只跑到了太平洋上，跟美国不期而遇。然后你的印太司令的这个所谓的新官上任，我们的讲，这是我们的参谋总长梅家树，居然就坐在里面。宝来哥，你刚才讲到这个叫做不期而遇哦，事实上这个很特别，为什么？因为台湾这不是第一年跟美国不期而遇，是过去往往常常的定期定额都会在同一个地点附近不期而遇，定期不期而遇，所以这是常态性军演嘛。但这件事情怪是怪在哪里？因为第一个，你先问宇轩他演练的是什么？我跟各位讲，就优惠。什么叫优惠？就我台湾的军舰，包括我的补给船，是不是到定点的位置？美国的军舰也到定点的位置，这时候双边会干嘛？打电话。哦，就是通联嘛，通联测试说我们双边是不是能够聊聊天、打打字，能够通话记录，包括你现在的定位、航行、航速、航捷在哪里？哦，我确定了，我们不会碰到。好，我们打招呼。但过去这种优惠竟然常常发生，那请问一下，为什么到了今年才公告周知？为什么？这才特别的点嘛，因为原本的是路透社把这个消息抛出来，路透社要抛消息不稀奇啊，稀奇的是我们国防部的发言人孙立方少将竟然讲说什么啊？对。因为海上不确定因素很多，所以为了避免干扰呢，有一个叫做海上不预期相遇行动准则，这个叫 CUES。他说，对我们执行的这个准则，所以宝德哥他等于什么？认了嘛？怎么你奇怪？以前这种东西大家都秘而不宣哦，因为美国国防部有没有被问到这个问题？有，然后不回答，没有这件事情。结果我们的国防部大方承认这件事情呢，因为以前做这件事情，你知道做到什么地步啊？比如说我们这次派的什么迪化舰啊、磐石舰，他们除了去到那边跟我讲的刚刚讲打电话优惠之外，他今天还演练了什么项目？水下共同收底。所以他等于说，除了通信之外，有更进一步的，包括我们如何去面对。因为为什么你说宇轩他们要一直打电话？我要确保热线你和我啊，就是说等到了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万一或兵凶战危的时候，我们之间是能够联系上的，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定期通联记录，而且这样代表是我可以共同作战的，对嘛？就是我们的通讯是在同一水平之上的嘛。而且不只是这样啊，你看哦，首先我们介绍这个印太司令的时候。这个新任的我们讲的帕帕罗，他介绍什么？哎呀，这个点名梅家树海军上将，还把他名字念出来。那你说宇轩只有这一起吗？不只是这样子哦。前一阵子是不是太平洋的这个舰队也交接？对，那个时候去的是谁？唐华嘛。所以这个是无独有偶，美国接二连三的，因为以前就算你去了，大概可能相对低调，但刻意的把你的名字念上来，这才唱名，把你的军演给说出来，把你的唱名给唱出来，所以很显而易见，现在状况跟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了。但为什么过去我们大家懂知道遮掩？因为有中国，因为包括美国也要在意到中国的这感官上。为什么要在意它感官？因为理论上来讲哦，中华民国跟美国之间的国防呢不能进行正式的交流。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以前是不是我们 F-16V 那时候要进行升级计划？升级计划你总要有人去教学啊。宝瑞，你知道那时候采取方法是怎么样吗？明明是军人，对不对？明明是飞官，他说没有，他是学员。他跟你讲，他学员2个字，他学员去到那边能不能去美国基地直接受训？也不能，所以他要去到什么类似那种国民兵的地方。然后呢，他是用第三方，比如说去到国民兵的地方，然后美国的教官再来，所以这是叫做第三地演练。有没有觉得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QUES 这个 CUES 这个非常像？对。然后受训完之后呢，才会这样悻悻然的回来台湾。但最近发现越来越多小秘密，为什么叫做小秘密？因为包括最近美国在南方打击这种国民兵的军演，就注意到一个很怪异的现象。来，各位，左边那一张哦是谁？是在军演当中军人所穿着的，包括他的战术背心，包括他的头盔。但是右边那一张呢，是我们的特勤部队、特指部的士兵。就宝杰哥有没有发现，美国的军演跟台湾的那长得一模一样？所以这代表说什么？其实我们都有一直不断的偷偷去受训嘛，因为他们拿到这个枪支，包括 T91步枪。不好意思，小弟本人也拿过 T91，好不好？就你现在镜头上看到这个画面，说不是啊，这美国人对，因为为什么？他 T91台湾经过兵工厂有稍微短改，结果这个短改包括我们讲的排机，怎么都跟台湾兵工厂205生产出来一模一样。对啊，在美国国民兵的军演，所以很显然双边在这种默契上都有互通有无的，不断的尝试在台面下的合作跟台面下的演练。宇轩，另外就是这一张图就是海底电缆图，这一张图更可以看出来说，整个西方世界跟中国基本上已经慢慢切开了，而切开拉到了一个新的点。本来这个点在香港，
变成台湾了。对，没有错，因为各位我们看到，所有这个是美国，它包括跟所谓的澳大利亚，包括跟纽西兰、跟台湾的营运这种太平洋区域电缆。但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所有的线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它是条条电缆最后都密集的导向哪一个地点？有没有那个密密麻麻看了密集恐惧症，刚好正是台湾的位置。所以他们在讲哦，如果说临近台湾的区域，这个电缆受到了损害，或者是最近视频发现我们的离岛区域电缆一直被割断，他说这个会攸关什么？是国家以及经济利益上的巨大风险。所以当他们把台湾变成是当中不可或缺的重中之重，就连透过电缆这个方式，也是另类的保障台海的安全，等于是日本的安全，等于是澳洲安全，等于纽西兰安全，更等于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安因素。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起，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